What's up, guys？ 最近呢 ，GoPro 有一支非常便宜的镜头，而且还有自动对焦，就是 Seven Artisan 的 AF35F1.4，在富士上使用35.4呢，用过了好几支，非常喜欢，也特别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原厂 XF35.4所拍的一系列的个人的记录啊，还有创作。虽然说现在手边没有这支镜头，是对它非常念念不忘，因为它成像呢真的是被大家说天使之眼。其实其来有致了，因为真的成像非常好看。用富士拍摄啊，就是要像这样子拿着轻便的机身跟轻便定焦镜，这样在四处的闲逛或者是探索中呢，你就可以不用在乎会不会拍不到东西，而自由的去享受这个环境，不用汲汲营营的去很累的去找出要拍什么拍什么，因为这个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但器材呢，昂贵与否总是会有一些经济负担。那选择一个便宜镜头，但是又可以拍得很好，是不是我们最想要的事情呢？我们可能用手机更方便的当下，买一些镜头，感觉实用性啊，或者说散玩性，要重新考量的当下，是不是要重新买一支定焦镜？这时候常常就需要一些思考期。那现在这种时候，其实大陆的镜头我们不可忽视，就是它价格非常便宜，但是它可以拍得好吗？正好看到，居然 Seven Artisan 这个做手动镜的专家，居然出了这样的镜头。我们今天就来试看看这颗来自 Seven Artisan 的35F1.4 AF， 看它有没有办法跟原厂做比较。35.4等效50非常好用，而且 F1.4大光圈，几乎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拍出很好照片吧。这种幻想呢，事实上只寄存在以前使用 XF35 1.4的那美好成像的印象中。同样规格，但造型明显不同，全塑胶，没有光圈环，同时6色口径好像光痕扁扁的。幻想它有一样的性能呢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价钱，新品价钱呢才3000多，期待它能够拍出像1万多的 XF35 一样的画质吗？基本上，如果可以的话，那富士就要去关门啦。因此呢，实际拍出来确实跟 Seven Artisan 有着一脉相承的成像风格。这种风格呢，就是它光圈全开呢，会有很明显的球差，还有柔焦感。甚至这种柔焦感呢，影响到它自动对焦了。如果用 F1.4 的话，通常是对不准的。很难想象无反相机居然对不准，是 XT3 的对焦力不足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它全开的画质实在太差了，差到模糊的成像呢，也影响到了相机上面的相位对焦、对比对焦之类的，连无反都对不准的镜头成像，你可以想象吗？用这颗镜头拍，其实我全部呢都是使用手动对焦。为什么它明明是有一颗有 AF 镜头，但是我却用手动对焦呢？第一个，它的对焦其实不准，而且它对焦有一种廉价的马达声，叽叽叽的，可能被新的高性能镜头宠坏了吧？或许有使用这一颗可以自动对焦镜头，但是需要强迫自己去手动，那种感觉是什么呢？相当微妙呢。但好处是全光光圈是这么的模糊不清，或者说充满缺陷。但是如果缩点光圈缩到2、缩到4的话，它还是可以呈现出相对清晰、干净的画面。只是 F1.4，如果你真迷恋 F1.4 的话，可能买 Voltrux 之类的1.7、1.8的35定焦可能会比较实际一点吧，因为它这个1.4确实真的会让你失望哦。好吧，我们就拍看有没有一些惊喜咯。35厘米要拍得好看，最重要的是你要掌握它的拍摄距离。其实它有个 sweet spot， 能够轻易的将框景的物体呢，能够很充分的在画面中占据了重点，可是呢又不会过于拥挤，不会过于把空间填满的时候，那个氛围感，那个醍醐味，就是你使用等效50 mm 拍的甜蜜点。而且在这种距离下，50 mm 所框起的景物呢，它不会有过多的变形，同时又很舒展的可以把前后景空间交代得很完美。就是50 mm 的魅力吧。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所有的画面都可以透过一支50 mm 来完成。如果不行的话，或许3585可以辅助一些其他的表现吧。其实摄影器材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摄影呢，无非是一个摄影师、一个影像爱好者，或者是你有目的的想要将影像截取下来、保存下来，成为你的私人审美啊，或者是公开的行销，或者是应用的场合，甚至呢是作为一些证件识别等等这些用途，通通都是由摄影完成。而摄影就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一些科技材料，比如说以往科技就是底片，能够透过暗箱成像。
现在呢，可能就是透过这样的电子仪器 ，CCD 感光啊 ，CMOS 感光，然后数位储存的方式，将你想要获取的画面变成一些 pixel 的数位档。而这个过程中，完全是取决于你想要呈现的意图，比如说你的框景、你的位置、你的定位、你的曝光时间的这些参数组合，然后透过光学成像，透过这样的镜片呢，将光线汇聚到我们的记录媒体上，以往是底片，现在是一些感光元件。那这过程中呢，我们透过了这样光学啊、机电的组合，然后数位成像、人这个因素之外，再来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器材去记录了。那在我们现在是不是透过我们的手机，透过我们的荧幕看到的画面，那些我们看到的影像呈现出来给你的感官的好跟坏，很多的判断标准都是在你怎么样看这个成像，取决于影像的美感。它的最基础的构成就是我们对于整个画面的形状感知、颜色感知、形塑，你对于这张作品的感受的好坏判断。因此呢，好的器材它可以呈现出非常精细的色调，非常锐利的线条呈现，给你很好的质感，也就是满足了我们对于细腻、对于细微变化的想象力。而不好器材呢，通常就是可能给你一些模糊的，或者是低彩度的，或者是有点扭曲的画面，不能够完整表达实际影像的一个缺陷。但是应用在画面上，或许它会变成画面的一种特色，或者是画面的一种基调。在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画面中，那种真实感的反应中，如果透露一些模糊扭曲啊，或者是一些额外可以是跟眼睛印象看到不一样的画面，也会变得很有乐趣。即便是不好相机器材的组合，如果它的成像是有意思的，如果是它用在对的画面组合里面，它也可以变成有特色。为了器材的取向，它可以符合非常写实的、非常真实、非常完美的影像基调。而不好器材呢，它可以呈现出令人失望的一些缺陷。用的好话，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你画面精彩的一部分的呈现呢？这都是很有意思的思考方式呢。我是不是用这样子的逻辑呢，就会接受一些很糟糕的画质，比如说玩具相机，比如说以往的 Lomo 成像啊，或者甚至最差的就是我们觉得画质最糟糕的 Webcam 成像，是不是也可以变成偶尔可以当成你投入摄影艺术的一个思考点？好了，谈那么多呢，其实我只是想要介绍说，像这种很便宜的镜头，这个 Seven Artisan 的35 f1.4 自动对焦镜头 ，Seven Artisan 其实以前都是做一些很便宜的手动对焦的比较入门。然后光学成像质量是还可以，有很多缺陷，但是还是可以成像的器材组合。而这样的牌子呢，透过了长期努力，居然也生出了在富士相机上令人称赞的35定焦的大陆便宜自动对焦版，就是 Seven Artisan 35 f1.4F。保持着对于35 f1.4这个完美天使之眼焦段的执念，我当然第一时间呢就在发售的时候入手了像这样子的同焦段友商镜头，期待说，如果用这么便宜价格，大概原厂镜的大概1/5价格吧，就是可以获得相近的画质呢。当然，以前使用可以用原厂35 f1.4的最元老的 XF 镜头，给我很多精彩的回忆跟作品，也让我对这个焦段心心念念。那虽然说手边现在目前没有，也尝试着，是不是以后再度拥有呢？因此呢，在这样想念之中，就入手了像这样的35 f1.4。就用完之后呢，发现想太多了，只是焦段跟光圈类似而已，其实是不同镜头，62口径，然后莲花型遮光罩，全塑胶，没有光圈环。而它的画面令人觉得堪用的话，必须要说到 f2.5 吧。所以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你说它是 f1.4 吗？它的确是可以开到 1.4，但是像这样恐怕不是你想象这么完美啊。如果万一你用一颗，你觉得它的画质不行，可是你却需要用它拍摄的时候，怎么样可以优化它呢？首先呢，就是要拍得好吧，拍得好就是构图好，能够表达你的意念，能够控制画面的曝光、色彩、造型，能符合你的需求。而且，如果你透过一些小手段，比如说像富士的我们的相片模拟，可以让你的色调再进一步获得优化之外，你可以甚至使用一些破坏性方法，比如说 XT3， 我们试看看它的颗粒感吧，加点颗粒，让你原本就会有点指向力不足、模糊的画面，透过一些颗粒增加一些画面的触感、质感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让画面更加的有可用性呢？
Right， 所以这个 7 Artisan 这个35mm f1.4 IF 这镜头 any good？ 其实呢，它的好也就在于它非常便宜，而且它的基本上手感还是不差的。它缺点呢就很多了，总结就是画质可能不预期吧。但是它画质比较不好的地方，不是在于它多么模糊哦，而是在于它的对焦系统跟富士机身的搭配上。比如说我这台唯一机身 XT3， 它在搭配这颗35F 的时候，总是会对焦会前移，很难想象吧？在无反时代，不是单反，无反时代呢，居然会有对焦前移的镜头。这一点呢，可能会通过一些韧体更新会改善吧，但我不晓得，因为在我手上可能不会待那么久，可能懒得去更新它。毕竟3000多块，如果再浪费心思的话，有点不划算的。但其他优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发挥它的能够成像的长处，能够用它拍出好作品，那都是优点的。OK， 其实我觉得器材好坏呢，就看自己的忍受程度了。如果能忍受什么都是好器材，但是如果不能忍受的话，你就会想要换，那可能就不是最适合你的器材咯。Anyway， 反正摄影就是能够保持新鲜感，能够玩它，能够从一些不同的途径或者是器材或者是手法得到一些启发，都是好玩的事情。我是 Sammy Fang，See you， 拜。